Hello， 大家好，我是嘎老师。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影片论坛，也就是跟着我看影片学唱歌的时间啦。今天要来看的影片是韩国女团 LE SSERAFIM 4月12在 Coachella 音乐节上的表演。那 Coachella 是一个美国的音乐节，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音乐节。如果你有在关心 K-pop 的话，就会知道 BLACKPINK 或者是 aespa 他们之前有去表演过。那今天之所以要来看他们在 Coachella 的表演，是因为他们的新歌 Easy 的安口舞台全开麦的舞台，很多人都觉得唱的不是很好，所以已经很多人在讨论了。没想到还没过多久，他们 Coachella 的舞台又引起大家新一波的讨论。那因为他们在 Coachella 的表演整整有40多分钟，我没有办法每一首都讲，所以我们就挑他们第一首演唱的歌曲 Anti-Fragile 来看。那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先进入一小段的工商时间。去年帮大家团购一个可以一键消除人声的 K 歌音响的时候，就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要是有升降 key 的功能就完美了。我终于帮大家找到了这个可以完美实现大家心愿的 K 歌神器。首先，一键消除人声的功能依旧很强大，各种语言、曲风，甚至当天发行的歌曲，这个黑科技都可以一键把歌曲变成伴奏。而升降 key 的功能，除了让你唱到高的要死的歌可以舒服一点，最实用的其实是当你想唱异性的歌的时候，也能升降 key 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key。此外，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机高音质的录翻唱或直播，不用再剪辑影片或额外的设备。这支麦克风其实还有很多强大功能，大家也可以到留言区连结看更多详细介绍。买回去也不用担心不会用，我们还有赠送线上使用教学课程哦。所以这个麦克风就像随身 KTV， 不管你是居家防疫还是返乡坐车，都可以完美解决你想唱歌的瘾。我们也去帮大家争取了团购价，这支麦克风原价是6980，这是团购价，直接帮大家降价1000元，就能够拥有这个 K 歌神器咯。所以大家真的要抢要快，现在立刻去下单吧。那么就继续今天的影片内容咯 ，Let's go。OK， 先到这边。OK， 第一位进来的是金彩媛，她在第一个进来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有点不太稳定。那我之前在分析他们 Fearless 现场演唱的时候就说过，他们这个团5个人低音都不太稳定，包含最会唱的金彩媛也是。所以开头这一句其实对金彩媛来说有一点点太低。像这个低音它就没有下去。第二位进来的是徐允珍，乍听之下好像还不错，但是那几个高音它其实音准都差了一点点，有没有呢？都差一点。允珍在边唱边跳的时候，这个高音可能对她来说并不是那么游刃有余，她是音准会有点不够高的。我在短影片里面有说过，允珍其实高音的能力其实也是蛮好的，她也是低音比较弱。这一段短短的弓弦笑郎反而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之前他在其他歌曲的安口现场，他的声音是最不稳定的那一个，因为他比其他团员的混声区都还要低，所以他比其他团员在更低音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不太好唱。但是他刚刚这一段就是用了一个稍微比较有厚度的声音，反而解决了他之前会一直不太稳定然后会破音的这个状况，而且声音也是有亮度的。我们再听一次。比起平常打歌舞台或是安口舞台来说，他是有进步的那一个人。OK， 那么就继续往下听了。
这首歌副歌的第一句其实音域并不高，所以金彩媛虽然她声音很好，但是她在唱这一句的时候，其实对她来说也是吃力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颗音它就有点下不去。这个在 C4，就是对一般女生来说其实不算太低，就是中央 C。但是以金彩媛的声音来说，这并不是她可以唱的最好的音域。我平常可能不会讲这一句，但是我觉得他们在 Coachella 这种舞台呢，轮流喊 Anti-Fragile Anti-Fragile，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理想。Anti-Fragile 它不是一个很好喊的一拍子 ，Fragile 进来的那个拍点，它是一个弱拍，并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张力的感觉，反而会觉得有种混乱的感觉。还有一种做法就是 fragile 的 fret 加一点重音 ，anti-fragile anti-fragile， 但是他们的 fragile 听起来就是 fragile， 就是两个是同样力道的，不会让人家有种在带气氛的感觉，感受不到齐唱的这个震撼感。像徐允珍这一段，你也可以听到她跟金彩媛一样，就是只要下到这个中央 C 的这一颗音，它就听起来有点音不太准。第一句还好，但这一句是不是你看又不准了？第二句他就是用喊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喊的呢比他唱的还要高很多，瞬间就进入他一个比较舒适的音域。所以我说金彩媛跟徐允珍这两个人都是低音训练的还不是够多，但是高音其实是他们一个还不错可以表现的音域。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听喽。OK， 先到这边。这一段中村一叶，他一样不是在唱歌，只是比较像 rap 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出来，他想要稍微比较大声一点，可是这个音量并不是他的声带可以负荷的，所以他就只有两种结果：一种要么就是他会破音，一种就是他得要把他的声音给往下压，他才可以 hold 住他的声音。所以我其实有看到蛮多人会评论说，哦，他声音听起来很像比较低，甚至有人比较毒一点，就是说像牛一样的感觉。其实是因为他必须得要把他声音往下压，他的声音才不会破音。如果是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要去训练他的声带闭合能力就可以了。你看这两句金彩媛的高音一上去之后，音色又好听，音又是准的，但是他可以唱得很好的音域仅限于稍微高一点的部分。如果是我宁愿会让金彩媛尽可能去唱高音。然后这一句洪恩彩的状况其实跟中村一叶有点像，为什么他们两个都会出现声音会变得比平常还要厚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的声带能力撑不住这么大的音量，所以他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不会破音。洪恩彩可能比中村一叶稍微好一点点，因为中村一叶他这个破音的迹象是压着声音唱都有点压不住，就会一直破音的感觉。我们继续往下听下一段。
OK， 先到这边。哇，我觉得这一段问题有点大中村一叶这个地方可以听到很明显的破音了，对吧？这一段有很多我觉得都不应该用原版的舞蹈来跳的一段，比方说中村一叶，他并不是一个算是很强的 vocal， 那你还要他边唱边劈腿，像这样的舞台内容，其实它是需要根据不同的表演场合去做调整的，包含在后面好几首歌在表演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状况，比方说后面他们唱 Fearless 的时候。你看这一段金彩媛唱一唱要开始在地上爬，紧接着徐允珍唱一唱要开始下腰，你在一个长达40几分钟的表演，然后又是这么大的舞台，舞蹈动作没有筛减，让他们感觉很忙，这个忙完之后还会影响他们的唱歌，唱歌就会让人觉得是扣分的，这个部分简单来说就是减法做的不够多。OK， 刚刚这一段换宫胁孝良唱主旋律，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低音也不是他擅长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他这个副歌的到底谁唱得了？我就会觉得说，公司在帮他们写歌的时候，其实应该要考量到他们的个人能力，尽量的去帮他们藏拙，让他们去表现出他们的优点。刚这一段这个 Anti-Fragile 我真的又要生气了。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这个 Anti-Fragile 的互动，我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很好，再加上他们在喊 Fragile 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一个重音，然后刚刚这一段你就可以听到他们忙着在喊 Anti-Fragile， 还要忙着接着唱下一段，最后一个 Fragile 甚至集体没有把它喊完。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事先安排这些表演的时候，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完整的彩排过。如果他们真的彩过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根本来不及唱下一句，那他们应该就要有取舍，所以就会让我感觉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舞台的编排不是很熟悉。那最后总结一下，我觉得 LE SSERAFIM 他们在 Coachella 的表演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不太好，其实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加法做的不够多，减法又减得太少。加法的部分，比方说他们应该要为了要现场演唱全开麦这件事情做更多的声音训练，不管是他们之前不擅长的低音，或者是像中村一叶以及洪恩彩的声带闭合这部分，这些都是要做加法的，或者是他们其他首歌原曲是比较轻柔的唱法，那他们的现场就应该要换一种比较扎实的唱法，而不是原本那种比较轻柔的唱法，那就会让他们的整体舞台听起来非常的不稳定。那减法就是我刚刚说他们的演唱内容还有舞蹈并没有因为这次的舞台调整的太多，所以整体看下来，除了他们团员自己本身歌唱能力的确还需要再提升，除此之外，去帮他们编排这个舞蹈的人也需要稍微检讨一下，某一段特别难唱的时候，就要舍弃他们的舞蹈动作，让唱的人可以站着好好唱。好了，那我对于 LE SSERAFIM 在 Coachella 表演的看法以及建议就是这样。那最后还要再宣传一下，你有气不足或高音唱不好等等的问题吗？是不是看了一些教学影片之后，还是觉得资讯很杂乱，搞不清楚自己唱歌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或是跟着教学影片练习，甚至找老师上课，还是觉得唱歌没什么进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线上课程叫做练唱地图，我依据10年的教学经验，将歌声系统化整理成了3大能力以及16个子能力，并以此独创了2张歌声分析表。除了可以精准分析阻碍你进步的原因，还可以借此了解真正要练的有哪些能力，就像导航带你走最快的路线，不会再被歌唱迷思误导，例如气息、丹田、肚子、呼吸、共鸣，这些其实根本不用练。所以如果你也想更有效率的练唱，就来报名练唱地图这个课程吧。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加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这样我发布新的影片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哦。最后也别忘了按赞我们的 Facebook， 追踪 IG， 以及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加入官方 LINE 就可以免费索取开嗓菜单咯。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嘎嘎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记得订阅和分享哦，拜拜。
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 哦，我的 YouTube 叫做比比 TV，2个比赛的比，然后 TV 哦，赶快来追踪我吧。